接触很多餐饮老板，都提到2024年是餐饮非常困难的一年，大多数企业面临客流和客单的双重下滑，一线城市则更加明显。上半年，北京规模以上餐饮企业利润大降88%，直接冲上微博热搜。其中，正餐服务整体亏损，成为餐饮行业唯一收入出现负增长的品类。高客单、高成本的正餐业成了重灾区，越是高客单的品牌，在这轮冲击中的下滑也越明显。连锁餐饮集团9毛9上半年利润直降70%，子品牌泰尔森餐饮的客单价一度降至7年前。呷哺呷哺2021年至今已累计亏损超过10亿元，不得不持续关店止损。2023年至今，关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家。为什么正餐格外难做？首先是成本结构居高不下，食材、人力、租金是3座搬不动的大山。即便同品牌的门店200平米，动辄也需要200-300万的建店投入，20到30名员工开一家好店，对运营和服务都有很高的要求。其次，口味的流行周期短，全中国有接近300个餐饮品类，很多品类甚至不足6个月的流行周期，比如之前爆火的甘肃麻辣烫和淄博烧烤。最后，正餐的标准化程度也相对更低，标准化程度更高的、口味更普适的炸鸡、拉面和快餐可以开到1万家店，而正餐要面临区域口味的限制，规模化开店对资金和组织的挑战也更大，相应的开店品牌的天花板也更低，看起来浑身槽点，还要遭受大环境的重击，正餐品牌们真的无路可走吗？在美国，有一家名叫达登的餐饮集团，几十年来从不开小店，不降价，却成功穿越周期实现增长。要知道，美国餐饮业的主流是标准化的快餐，而达登是重服务的正餐，其门店数量不过2000家出头，却坐稳了美国餐饮品牌 TOP 10的位置。近20多年，达登集团的销售额增长了近3倍，股价增长了几10倍。达登究竟做对了什么？首先是多品牌经营，目前达登旗下共10个餐饮品牌，其中6个餐饮品牌收购而来，4个餐饮品牌为自有孵化，形成了覆盖低、中、高客单价的完整品牌矩阵，有效地对冲了单一品牌的流行周期。其次是用户价值导向，达登集团旗下的品牌都是用户价值驱动。Olive Garden 提供免费的面包棒、沙拉以及儿童菜单 ，Longhorn 餐厅坚持使用新鲜牛排，每家 House 餐厅都有自己的定制啤酒菜单，将差异化服务进行到底。我们看到国内的西贝、美洲东坡等头部品牌也在通过儿童餐、社群活动等来提升用户价值，提高用户粘性。最后是高效的供应链，坚持直营的达登饭店一直选择自建采购和仓储体系，直接管理原材料库存，不同品牌间的供应链协同来帮助达登对冲物价上涨的压力。从达登经验来看，中式餐饮一味降价并不可取，一边夯实自身的供应链和运营能力，提升菜品和服务，一边扩充品牌矩阵，成为多品牌的餐饮集团，或许才是中式正餐的后续之道。